你以为 AI 晶片的战争还在拼谁能做出2纳米、1.4纳米的先进制程吗？错了，真正的战场早就已经悄悄转移了，而且这场转移会彻底改写未来10年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权力格局。今天这个视频，我会带你看懂 AI 晶片产业正在发生的这场最关键的转向。看完你会明白，为什么台积电现在把封装技术看得和先进制程一样重要。为什么群创这种曾经被市场抛弃的面板厂，突然变成了 AI 时代的香饽饽？为什么 SK 海力士要砸几百亿美金去抢一块玻璃？还有，为什么那些几毛钱一个的被动元件，现在变成了 AI 伺服器里最贵的保险？更重要的是，我会告诉你怎么分辨市场上那些蹭 AI 封装热点的假公司，避免被短线炒作割韭菜。如果你也关心 AI 产业的底层逻辑，或者想在这场产业变革里找到真正的机会，那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完。讲到这里，如果你已经开始对之前听到的那些 AI 晶片神话产生怀疑了，那就顺手点个赞，说明你已经抓到了问题的核心。你觉得未来3年是继续压住先进制程的公司能赢，还是掌握先进封装的公司能笑到最后？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遇到有代表性的观点，我会在后面的视频里专门展开聊。很多人都听过摩尔定律，说每18个月，晶片上的电晶体数量就会翻1倍，性能也会翻1倍。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这个定律好像越来越不灵了？不是说技术上做不到更小的电晶体，而是经济上已经划不来了。现在3纳米制程的研发成本已经超过了200亿美金，一片3纳米的晶圆价格大概在2万美金左右，而到了2纳米，研发成本可能会超过300亿美金，一片晶圆的价格可能会涨到3万美金以上。这还不算良率的损失，如果良率只有50%，那一片合格的晶圆成本就变成了6万美金。这样算下来，一块先进制程的晶片光成本就可能要几千美金，这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根本就是无法承受的。你想想，一块先进制程的逻辑晶片现在已经做到了几百平方毫米，上面有几百亿个电晶体，只要有一个地方出问题，整个晶片就废了。这就像你盖一栋100层的大楼，只要有一块砖不合格，整栋楼都得推倒重来，成本有多高可想而知。而且更麻烦的是，随着电晶体越做越小，漏电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电晶体的尺寸已经接近原子级别了，这时候电子会发生量子隧穿效应，直接从电晶体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导致晶片的功耗大幅增加，发热也越来越严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高端手机玩一会儿游戏就会发烫降频，连手机都解决不了的发热问题，放到功耗几百瓦的 AI 晶片上只会更加严重。那怎么办呢？难道 AI 晶片的性能就到此为止了吗？当然不是，行业里的聪明人早就想到了另一条路。既然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做在同一块晶片上，那我就把好几块小晶片用先进的封装技术拼在一起，让它们像一块晶片一样工作。这就是现在大家说的系统集成和先进封装。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封装不再是那个赚辛苦钱的附属环节了。放在5年前，封装就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里最底端的存在。大家都觉得设计晶片是高科技，制造晶圆是高科技，只有封装就是把做好的晶片用塑料包起来，没什么技术含量，赚的都是血汗钱。但现在不一样了，先进封装已经变成了决定 AI 晶片性能和成本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台积电最近的技术论坛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很多人都没注意到，他们第一次把先进封装技术和先进制程技术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来介绍。台积电的 CEO 魏哲嘉甚至说，未来的半导体竞争将是系统集成的竞争。这句话的分量你一定要仔细掂量。这意味着台积电已经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单纯的晶圆代工厂了，他们正在转型成为一个系统集成服务商。说到先进封装，就不得不提台积电的 CoWoS 技术。现在全球所有的高端 AI 晶片几乎都是用台积电的 CoWoS 技术封装的，英伟达的 H100、H200、AMD 的 M00都是如此。CoWoS 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把逻辑晶片和 HBM 内存晶片放在同一块硅中介层上，然后封装在一起。这样一来，逻辑晶片和内存之间的距离就变得非常近，数据传输速度大幅提高，延迟也大幅降低。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现在全球 AI 晶片的最大瓶颈根本不是3纳米的晶圆产能，而是台积电的
CoWoS 封装产能。英伟达去年之所以没能卖出更多的 H100，就是因为台积电的 CoWoS 产能跟不上。为了抢 CoWoS 产能，各大 AI 晶片厂商打破了头，谁能拿到更多的 CoWoS 产能，谁就能在 AI 市场占据更大的份额。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前都是封装厂求着晶圆厂给订单，现在反过来了，晶圆厂求着封装厂给产能。除了 CoWoS， 现在还有一个更有潜力的封装技术，就是 FOPP， 也就是删除型面板级封装。传统的封装是用圆形的晶圆，你想想，圆形的东西切割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边角料浪费，而 FOPP 用的是方形的面板，就像你家的电视屏幕一样。一块大的方形面板可以切割出更多的封装单元，浪费更少，效率更高。传统的12英寸晶圆直径大概300毫米，而 FOPP 用的面板现在已经可以做到600毫米乘600毫米，甚至更大。同样的面积，方形面板的利用率比圆形晶圆高了大概20%到30%，而且面板的生产设备很多都是原来面板厂的设备，经过改造就可以用。这就是为什么群创这种原来做液晶面板的公司，现在能转型做 AI 封装。他们有现成的面板生产经验和设备，只要稍微改造一下，就能生产 FOPP 需要的玻璃基板和封装面板。这就是旧资产的新价值。很多人之前都不看好群创，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夕阳产业的面板厂，迟早会被淘汰。但现在你再看，群创的股价已经从底部涨了好几倍，因为市场突然发现，原来群创手里的那些面板生产线，竟然是 AI 时代最宝贵的资产之一。这就是产业变革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会把很多原来的劣势变成优势，把很多原来的垃圾变成黄金。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 ，FOPP 技术这么好，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大规模普及？因为它还有很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比如面板的平整度问题，比如大面积封装的良率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的。行业普遍预测，到2027年左右 ，FOPP 技术就会开始大规模量产，到时候它会和 CoWoS 技术一起成为先进封装的2大主流技术。说到先进封装，就不得不提现在整个行业都在抢的一个东西——玻璃基板。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玻璃不是到处都有吗？为什么半导体巨头要为了一块玻璃打破头？因为现在的封装技术用的都是有机基板。有机基板有个问题，就是当晶片的速度越来越快，功耗越来越高的时候，电信号的传输会变慢，热量也散不出去，而且基板还会变形。这就像你用塑料板搭一个架子，上面放很重的东西，时间长了架子就会弯。而玻璃基板就不一样了，玻璃的平整度非常高，热膨胀系数和佛晶片几乎一样，而且绝缘性好，信号传输速度快。更重要的是，玻璃可以做得非常薄，同时又有足够的强度。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逻辑的时候，也觉得挺顺，但后来越想越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材料替换问题，这是一场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权力重构。谁能掌握玻璃基板的技术和产能，谁就能在未来的先进封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这里面最关键的技术就是 TGV， 也就是玻璃通孔。简单来说，就是在非常薄的玻璃上打出几百万个甚至几千万个微米级的小孔，然后在这些小孔里填上金属，用来传输电信号。你想想，在一块只有几十微米厚的玻璃上打几千万个比头发丝还细的孔，而且不能把玻璃打裂，孔的位置误差不能超过1微米，这个难度有多大？相当于在整个北京市的面积上打几千万个井，每个井的位置误差不能超过1米。TGV 技术的难点不仅仅是打孔，打完孔之后还要在孔里填上铜，而且不能有气泡，不能有裂缝，因为如果有一个孔填得不好，整个基板就废了。现在全球能掌握成熟 TGV 技术的公司屈指可数 ，SK 海力士算是走在最前面的。然后是日本的一些材料公司，还有台湾的群创。为什么 SK 海力士这么着急搞玻璃基板？因为他们是全球最大的 HBM 供应商。HBM 就是高带宽内存。现在 AI 晶片最缺的就是这个。你可能不知道，现在一块高端的 AI 晶片性能瓶颈根本不是逻辑晶片本身，而是内存的带宽。逻辑晶片算得再快，内存跟不上，也只能干等着。现在的 HBM 内存已经做到了 HBM3E。下一代是 HBM4， 每一代 HBM 都需要把更多的内存颗粒叠在一起。现在的 HBM3E 已经叠了12层内存颗粒，到了 HBM4
可能会叠到16层甚至24层。这么多内存颗粒叠在一起，重量会非常大，而且发热也会非常严重。如果还用传统的有机基板，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大的重量和热量，很容易变形开裂。而玻璃基板的强度和散热能力刚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用玻璃基板做 HBM 的封装，可以把更多的内存颗粒叠在一起，同时大幅提高信号传输速度和散热能力。这就像你给电脑换了一条更宽的高速公路，数据再也不会堵车了。而且玻璃基板还可以降低封装的整体厚度，让整个 AI 晶片变得更薄，更有利于散热。SK 海力士现在已经把玻璃基板当成了他们未来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之一。他们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资超过100亿美金，建设玻璃基板的研发和生产基地。他们的目标是到2027年实现玻璃基板的大规模量产，并且成为全球最大的玻璃基板供应商。但 SK 海力士也不是没有对手，日本的旭硝子、电气硝子，还有台湾的群创都在大力研发玻璃基板技术。尤其是群创，他们有几十年的玻璃面板生产经验，在玻璃加工技术方面有很深的积累。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生产出用于先进封装的玻璃基板，并且正在和多家半导体厂商进行合作验证。这里就有点反常了，原来做面板的公司现在竟然要抢半导体材料公司的生意，这说明什么？说明产业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原来泾渭分明的面板产业和半导体产业，现在因为先进封装技术正在慢慢融合在一起。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跨行业公司进入到半导体产业链中来。讲完了玻璃基板，我再跟你说一个更被大家忽略的环节，被动元件，就是那些电阻、电容、电感之类的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几毛钱一个的耗材，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在 AI 伺服器里，这些东西的价值已经完全被重估了。你想想，一台 AI 伺服器里面有几十块 GPU， 每块 GPU 的功耗都有几百瓦，整个伺服器运行起来就像一个小型的电炉，而且它要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一跑就是好几年。这时候任何一个小小的被动元件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伺服器宕机。你知道一台高端 AI 伺服器宕机1小时损失多少钱吗？可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比如一个大型的 AI 数据中心，里面有几万台 AI 伺服器，如果因为一个电容出问题，导致整个数据中心宕机1小时，那损失可能就是几个亿。所以对于 AI 伺服器厂商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一个电容是1毛钱还是1块钱，他们在乎的是这个电容能不能保证10年不出问题。这时候被动元件就从原来的牙签价变成了现在的保险金。你多花几毛钱买一个高质量的电容，相当于给整个伺服器买了一份几百万的保险，这笔账谁都会算。而且更重要的是， AI 伺服器对被动元件的需求量也比传统伺服器大得多。一台传统的伺服器大概需要几千个被动元件，而一台高端的 AI 伺服器需要几万个甚至10几万个被动元件，需求量翻了10倍以上，价格又翻了好几倍。你说被动元件厂商的利润能不暴涨吗？国巨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全球并购，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被动元件供应商之一。而且他们专门针对 AI 伺服器的需求，开发了一系列高可靠性的产品。现在全球几乎所有的 AI 伺服器厂商都是国巨的客户。很多人之前看不起国巨，觉得他们就是做低端耗材的，但现在你再看，国巨的股价和利润已经涨了好几倍。这就是产业变革带来的价值重估。原来那些不起眼的赚小钱的环节，现在突然变成了产业链里最赚钱、最不可或缺的环节。国巨的成功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 AI 产业里，不只有英伟达、台积电这种明星公司才有机会，那些在产业链里默默耕耘，把一个小小的产品做到极致的公司，同样能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很多时候，这些公司的护城河比那些明星公司还要深，因为被动元件这个行业看起来技术含量不高，但实际上要做出高可靠性的产品，需要几十年的工艺积累和质量控制经验。这不是随便哪个公司砸点钱就能做出来的。现在很多新进入这个行业的公司都觉得被动元件很简单，不就是做个电阻电容吗？但他们做出来的产品，一到 AI 伺服器那种高温、高压、高负荷的环境下，就纷纷出问题。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不是靠钱就能弥补的，需要时间的沉淀。
讲完了这几个关键环节，你可能会问，现在全球谁在先进封装这个领域最有优势？答案毫无疑问是台湾，而且台湾的优势不是某一家公司的优势，而是整个产业集群的优势。这里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叫50公里供应链，意思就是从台积电的晶圆厂出发，开车50公里之内，你能找到所有你需要的半导体材料、设备、零部件和封装测试厂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积电如果在生产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相关的供应商工程师1个小时之内就能赶到现场解决，意味着新的技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验证和量产，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反应速度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了的。比如台积电要开发一种新的封装技术，他们不需要自己做所有的事情，他们可以找日月光做封装测试，找群创做玻璃基板，找国巨做被动元件，找 ASML 做设备支持。所有这些公司都在台湾的新竹、桃园、台南这几个地方，开车1个小时就能到，大家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一起解决问题。这种协作效率是全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这就像你开一家餐厅，所有的食材供应商都在你家楼下，你需要什么5分钟就能送到，而且这些供应商都和你合作了几十年，非常了解你的需求，而你的竞争对手食材都要从几百公里之外运过来，而且供应商还经常换。你说谁的效率更高，谁的成本更低，谁能做出更好的产品？台湾的这个50公里供应链就是他们最大的护城河。这条护城河不是靠钱就能挖出来的，也不是靠政策就能建立起来的，它是台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从最早的代工生产，到后来的设计和制造，再到现在的系统集成，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循环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当然，其他国家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台湾垄断先进封装市场。美国正在推动半导体本土化制造，要求台积电、三星在美国建厂。日本也在大力扶持自己的封装产业，希望能在玻璃基板这个领域分一杯羹。韩国的三星和 SK 海力士也在加大对先进封装的投入，但问题是，他们可以复制一家工厂，可以复制一条生产线，但他们复制不了台湾用了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这个50公里产业集群。复制工厂可能需要3年，但复制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可能需要30年，甚至更久。比如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的工厂就遇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工人的问题。美国没有足够多的有经验的半导体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台积电不得不从台湾派了几千名工程师过去，帮助美国工厂建设和生产。然后是供应链的问题，很多零部件和材料都要从台湾运过去，光运输时间就要几个星期，一旦哪个零件出了问题，就要等几个星期才能换上。这对于半导体生产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还有就是文化的问题，美国的工人和台湾的工人工作方式和工作态度都不一样。台湾的半导体工人习惯了加班加点，遇到问题会连夜解决，而美国的工人到点就下班，周末也不工作，这就导致美国工厂的建设进度和生产效率都远远落后于台湾的工厂。所以说，美国想要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产业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在未来10年内，台湾在先进封装领域的优势还是很难被撼动的。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公司都在蹭 AI 封装的热点，随便说一句自己要做先进封装，股价就能涨好几个涨停。但这些公司里90%以上都是蹭热点的。怎么分辨真假？其实很简单，你就看4个指标，有没有通过客户的验证，有没有实际的订单，有没有量产的良率数据，有没有稳定的毛利率。如果一个公司只讲概念，不讲订单，只讲规划，不讲量产，只讲技术，不讲良率，那你就要小心了，大概率是在讲故事，割韭菜。比如之前有一家公司说自己要投资100亿做先进封装，股价一下子涨了3倍，但你仔细看他们的公告，就会发现他们既没有相关的技术储备，也没有核心的研发团队，甚至连厂房都还没开始建，他们只是注册了一个新公司，然后发了一个公告就开始炒概念。这种公司就是典型的蹭热点，等热度一过，股价就会跌回原形，最后被套的都是散户。还有一些公司确实在做先进封装相关的业务，但他们做的都是最底端的环节，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赚不到什么钱，他们只是借着 AI 封装的东风炒高自己的股价。
对于这种公司，你也要保持警惕。真正有价值的 AI 封装公司，一定是那些掌握了核心技术，已经通过了头部客户的验证，并且有稳定订单和良率的公司。这些公司才是这场产业变革的真正受益者。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未来3年我们需要关注的几个关键信号。第一个是玻璃基板的量产进度。如果 SK 海力士和群创能在2027年之前实现玻璃基板的大规模量产，那整个先进封装的格局就会基本确定。如果他们的量产进度推迟，那其他公司就有机会迎头赶上。第二个是台积电 CoWoS 产能的扩张速度。现在全球 AI 晶片的最大瓶颈就是台积电的 CoWoS 封装产能。台积电计划在未来2年内把 CoWoS 产能翻1倍。如果他们能顺利完成这个目标，那全球 AI 晶片的供应紧张情况就会得到缓解。如果不能，那 AI 晶片的价格还会继续上涨，整个 AI 产业的发展速度也会受到影响。第三个是被动元件的价格走势。如果被动元件的价格持续上涨，说明 AI 伺服器的需求还在持续爆发。如果被动元件的价格开始下跌，那可能意味着 AI 伺服器的需求已经开始放缓。第四个是美日韩本土化封装工厂的投产情况。如果他们的本土化工厂良率一直上不去，成本一直降不下来，那台湾的优势还会继续保持很多年。如果他们能解决这些问题，那全球先进封装市场就会形成多极化的格局。其实很多人对 AI 的理解都太过于理想化了，他们觉得 AI 是一种魔法，只要有一个好的算法就能改变一切。但实际上 AI 最坚实的基础是制造业，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玻璃基板，是那些几毛钱一个的电容，是那些在无尘室里日复一日工作的工程师。爱不是空中楼阁，它最终要落在制造业的每一颗螺丝钉上，落在每一个工艺细节上。这场 AI 晶片的下半场战争，拼的不是谁的概念更炫酷，而是谁的制造更精细，谁的供应链更稳定，谁能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那些只会讲故事、炒概念的公司，最终都会被市场淘汰。只有那些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技术、做产品的公司，才能走到最后。我做半导体行业分析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行业从来都没有什么捷径，所有的优势都是靠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靠一个一个工艺细节的打磨，靠一代一代工程师的努力换来的。很多人只看到了英伟达的市值暴涨，看到了 AI 的疯狂，但他们没看到的是，在英伟达的背后是台积电几十年的制造积累，是 SK 海力士在内存领域的深耕，是国巨在被动元件行业的坚持。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那就点个赞，分享给你身边关心 AI 产业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半导体产业的更多底层逻辑，带你看懂那些藏在技术细节里的商业机会。最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内容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涉及到的公司和行业都只是作为案例分析，不代表任何推荐。如果你有投资需求，一定要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理性的判断。生成一个 YouTube 长视频口播脚本，如何让 YouTube 长视频口播脚本更具吸引力？有哪些方法可以增加 YouTube 长视频口播脚本的互动性？